上一讲说到了日本的幕府时代，这个时代天皇再度成为虚位，幕府掌握实权。实际上，日本进入幕府统治以后呢，地方势力依然比较强。一开始啊，幕府还可以压得住这些地方势力，但后来幕府力量变弱，地方势力进一步做大，最后直接参与到幕府将军的继位之争，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内战，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阴人之乱。这场阴人之乱结束以后，幕府的地位一落千丈，日本呢就此进入了地方势力割据混战的时期。这场混战持续了120多年。日本人认为啊，这一段历史和我们中国的战国时期非常相似，所以呢，就直接把这个阶段叫做战国。从了解日本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战国时期是无论如何都避不开的，因为这个阶段虽然长期战乱，但对日本这个国家的生长和发展来说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从看得见的层面来说，战国时期的日本啊，全面塑造了后来日本人的生活与文化习惯。我这里介绍一个说法，日本有个著名历史学家叫内藤湖南，他说过一句话，叫做阴人之乱前无日本。换句话说，我们相对熟悉的和日本有关的东西，大多数都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比如日本的和服、衣服的棉布用料和基本款式都是在战国时期确定下来的。在此之前，日本人的衣服主要是麻布，式样也很不一样。再看饮食，普通日本人一日3餐的习惯是从战国开始的，之前就是早晚2顿，像味噌啊、酱油啊这些日餐的主要调味料呢，也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的。在居住方面呢，日本传统的那种薄木板房子就是从这一时期才开始大量出现。日本的榻榻米也是在这个时候有的，之前只是在会客房间里铺一块木板。所以你看，后来日本人的衣食住这些基本生活习惯都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另外，像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忍者、倭寇，主要也是在这段时期活动，而且呢，还出现了一大批非常有个性的军政人物，比如织田信长、德川家康、丰臣秀吉等等。后来日本电影都喜欢从这段历史取材，所以光从这些方面来看，你就会知道日本战国时期的重要性。不过，这些重要性总体来说还是在面上的。实际上，战国时期的日本还发生了一些深层次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文化。这些看不见的部分对于了解日本来说呢，可能更加重要。我们先看一下权力结构。战国时期，日本的权力结构进行了一次大洗牌，这次洗牌的产物深刻影响了近现代日本的社会等级观念。之前我们说过啊，日本的贵族世家一直很厉害，在京城在地方的势力都根深蒂固，天皇也好，幕府也好，都需要依靠他们。但是呢，随着日本进入战国时期，不光幕府成了空架子，地方上的那些贵族大员很多啊也成了空架子。那权力到谁手里了呢？到了层级再往下的一些小贵族。这个过程啊很有意思，就像原来幕府架空天皇，地方贵族架空幕府一样，更小的贵族也架空了原来的大贵族。这些人成功上位，变成了地方上有兵有钱的真正实权派。你注意啊，这些割据一方的实力人物啊，也叫大名，但前面呢多了2个字，战国，叫战国大名，以区别于以前那些贵族世家的领主。你下次如果看书的时候看到战国大名这种名字，就知道指的不是那些原来祖上就很显赫的大贵族大领主，而是呢那些在乱世中成功上位的小贵族。说实话，这种变化和中国的战国时期啊确实很像。先是齐国这些诸侯国呢彻底架空了周天子，然后这些诸侯手底下的家臣又上位，取代原来的诸侯。所以从政治权力结构来看，日本的战国确实是一次全国性的大洗牌。那这种乱世之中的洗牌带来了什么呢？这里就要讲到日本的家臣制度了。这个制度是从日本的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开始的。
幕府将军把手下的武士呢分成不同等级，让他们效忠自己，同时呢明确各种义务。到了战国时期，这种家臣制度啊就出现了2个重大变化：一是家臣体系大大扩展。为什么呢？你想啊，原来就只是幕府将军建立了一整套家臣制度，但到了战国时期，割据一方的那些战国大名们，每个人手底下都建了一套家臣制度。所以从涉及的人数来看，从对社会的影响来看，战国时期的家臣制度都远远超过从前。第2个重大变化是，家臣制度的等级和效忠呢规定更加严格。这个和当时的环境啊很有关系。你想啊，在连绵不断的战乱中，一个集团内部的纪律和团结程度呢，往往决定了它能否生存下去。所以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各个战国大名对底下的家臣更加强调等级和效忠。不过呢，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原因，那些因为战乱而成功上位的小贵族，也就是战国大名，发现呢，镰仓幕府建立的那套家臣制度等级规定好像不能完全保证底下武士的忠心，否则他们这些小贵族怎么可能成功上位呢？所以他们一旦上位以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证底下的绝对忠心，保证上下级之间呢有严格的相互义务，确保自己手底下人不会再成功上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家臣制度就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作为领主的战国大名必须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底下的武士呢也必须尽到全部的忠心。这种效忠和义务关系呢，按严格的等级层层延伸，使所有人都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集团。而这种家臣制度的发展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可太大了。你知道日本之前的社会等级就比较严格，而战国时期的家臣制度呢，不光进一步强化了等级，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各个等级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日本历史学家就认为，战国大名在家臣团确立的身份等级制度，就是近代日本社会身份制的萌芽。实际上，不光是近代，即使在现代，日本社会都是一个等级森严、各级权利义务都很清楚的社会。这种家臣制度的影响在日本仍然可以看到。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观察一下日本公司。有位在日企工作过很长时间的朋友就告诉我，按照他的观察，实际上每个日本公司都是一个家臣团，老板相当于领主，对于员工的终身负责，而员工则效忠到底，为公司奉献一切，哪怕是过劳死都可以。公司各个层级之间的等级都很森严，没有人会去打破规矩。除了对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战国时期给日本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影响，那就是发展商业和学习西方。你可能会觉得战乱时期嘛，肯定是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但日本战国的情况有点特别，因为战乱原来对整个社会的各种约束和控制都变弱了，所以经济反而不错，人口也增加了，尤其是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打仗需要各种补给和材料，商人在这方面非常有用，那些战国大名很依赖商人。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日本缺乏一个权力中心，所以商业贸易这些活动不受权力的支配，发展比较自由。结果战国时期反而成了日本商业社会的开端。另外，战国时期也是日本学习西方的开始。劲头虽然不如当年向中国隋唐学习的时候，但仍然可以看出其中那种穷尽细节、追求彻底的精神。就拿火神枪来说吧，日本人管它叫铁炮，是从葡萄牙人那里传过来的。那些战国大名对这种新式武器非常关注，很快就采用了。不过这个时期的火神枪技术还不行，从装弹装药到完成发射耗时很长。一般情况下，等你装填完毕要开第二枪的时候，敌人早就冲到眼前了。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战国大名叫织田信长，他的部队就反复琢磨，最后发明了3批次射击的办法，也就是把部队分成3批，一批装弹装药，一批准备瞄准，一批开枪射击。这样一来部队射击的速度就大大加快，
你可能会说，好像以前欧洲军队就是这么做的。没错，只不过欧洲军队采取这种战术更晚。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这种战术的国家。说到这个战术啊，我再提一场著名战役，叫做长条山之战。因为织田信长部队采用这种火神枪战术，导致当时日本最强大的骑兵部队武田家族骑兵几乎全军覆没。黑泽明导演过一本很有名的电影，叫做《影武者》，也译成了《影子武士》。电影最后就是描写的这场战役。那说到这里呢，你可能也发现了，战国时期日本发展商业和学习西方的特点，都是200年以后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战国时期对日本非常重要。好，说到这里呢，这一讲就结束了。我们总结一下，幕府和地方大名之间构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最后地方势力逐渐做大，以殷人之乱开启了长达100年的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对日本的影响非常重要。首先，它塑造了近现代日本人的生活与文化习惯；其次，战国时期强化的家臣制度深刻影响了后来日本社会的等级观念；最后，战国时期孕育了日本的商业基因，开启了日本学习西方的先河。那日本战国这种割据混战的局面到底是怎么结束的呢？这就要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丰臣秀吉，这也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